人只是降落伞被挂在树上，结果却听到了极其恐怖的声音。只见一只镰刀龙缓缓从他背后走出，而且还和女人来个贴脸对视。克莱尔直接被吓尿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镰刀龙并未攻击他，似乎旁边有别的东西将他吸引。定睛一看，是一只梅花鹿正在吃饭。看他不爽的镰刀龙一巴掌将其拍死。克莱尔看到，想立即解开安全带逃命。他趁镰刀龙低头吃草时，颤抖的双手突然解开。传来的声音顿时惊到镰刀龙，掉落在地上的克莱尔迅速往前爬，而镰刀龙正在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可他怎么找就是找不到，难道是错觉吗？不可能！终于他发现了前方似乎有东西在爬行。这时的克莱尔也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但他管不了那么多，只是一味地爬进前面的水炕里面，因为在镰刀龙世界观里是不允许攻击人类和小动物的。就这样，克莱尔趁机躲入水底下方。看到这一幕的镰刀龙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朝着水面发出愤怒的吼叫，眼看水底久久没发出一丁点动静，于是他便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这时的克莱尔才慢慢从水中伸出头颅，紧接着刚刚那只梅花鹿突然被霸王龙吊起，旁边还出现一只南方巨兽龙，它在世界上可以称为顶级掠食者。俗话说一山不容二龙，两只恐龙之间的大战立即激发。自知不敌的霸王龙撒腿就跑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科幻电影《侏罗纪世界3》。本片由2022年6月10号上映，里面的男主和恐龙的速度与激情那叫一个水。男主不但要注意恐龙的攻击，而且还要注意前方过来的车辆，稍有不慎就得一命呜呼。特别是恐龙之间的大战让我直呼过瘾。故事的开始在一个偷猎者工厂旁边的一晚上，两个女人偷偷撬开铁锁溜进来内部，一个是我们的女主克莱尔，一个是兽医奇亚。这里囚禁着很多小恐龙。偷猎者为了能够混口饭吃，他们专门抓恐龙拿去黑市进行交易，但克莱尔不乐意了，他打算把小恐龙救出去。于是两人说干就干，他们趁偷猎者不注意时就这样把恐龙搬了出来，而另一个同伙便开车来迎接两人。当他打开后门，人都傻了，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克莱尔已经把恐龙搬了出来。无奈的韦伯只能选择帮忙。这时偷猎者突然发现他们，克莱尔见状立即来到驾驶位上，他让同伴抓紧，一脚踩下油门扬长而去。偷猎者开车紧身其后，即便这样克莱尔一点也不慌，他猛踩油门撞坏铁门逃出工厂。偷猎者愤怒地拿出猎枪，一发子弹打爆武林红光的后台，前方还有一群牛角龙。克莱尔清楚地知道，要摆脱偷猎者就必须穿过恐龙区，利用恐龙阻止他们的追踪。牛角龙一头干废一辆皮卡车，现在还剩下一辆，不出意外的话也是直接被干翻。就这样，克莱尔带着同伴逃离了现场。另一边，在内华达森林的某个山脉，男主欧文正在里面捕捉一群食草恐龙。他拿着绳子在头顶转了几圈，随后抛出去，精准套住恐龙的脖子。正当他要绑住绳子时，突然遇到一个山脉，恐龙不注意，顿时滑落。欧文也不例外的被拽下马背，在雪地里面滑铲，但这并难不倒他。他直接利用旁边的枯木缓冲速度，将恐龙给定住原地，接着立即绑住绳子，然后慢慢来到恐龙面前。开始恐龙还有点反抗，可当欧文抬起手掌时，他便缓缓的安静下来。欧文答应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恐龙再也没了抵抗。可真的会一切顺利吗？不可能。他们带着恐龙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被不远处的一群人盯上，是偷猎者。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恐龙，也不是欧文，而是欧文和克莱尔的养女梅西。每当他听到这个声音时，他都会骑上自己的自行车，穿过长达20米的铁桥，穿过人们的工地，最终来到镇上。可没有朋友的他逛了一会就特无聊，突然他发现前方有某种东西，他丢下自行车来到旁边，原来是一只无畏巨龙闯入了人们的工地。人们为了工作，于是举着仙女棒开车按着喇叭吸引他。没想到无畏巨龙真的被吸引，不过他突然放慢脚步，向后面叫了一声，一只无畏巨龙缓缓从雪堆里爬出，他们在梅西眼前慢慢离去。原来他俩是彼此的老伴。玩累的梅西才慢慢骑着自行车回到家。此时的克莱尔正在家门口，克莱尔问他是不是又去镇上。面对克莱尔的质问，梅西愤怒地对回去。克莱尔很无奈，可梅西正是青春叛逆期，他也没办法。等欧文回到家时，他把事情告诉了欧文。当然有欧文的地方，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小兰。小兰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最终他来到一辆废弃校车上，他来到里面使劲的呐喊。突然一个铁罐溜出来，他朝里面看去，是一只小迅猛龙，他是小兰的孩子，我们就叫他兰仔。这天小兰带着他出门捕猎，不知道他们跑了多久，终于发现了一只小白兔。正当小兰叫兰仔去捕捉时，突然旁边窜出一只野狼，小兰一声令下，兰仔直接冲了上去。虽说他身躯过小，但和野狼对决那是绰绰有余。晚上他们一家人坐在篝火旁，欧文想和他聊聊去镇上的事情，梅西却说他被困在这里不知道有多无聊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自由一点。他顿时被欧文这句话整得特别无语，然后回到了房间。但他不知道欧文和克莱尔为了他已经在这里隐居4年，因为梅西是一个克隆人，她是科学家用基因改造出来的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克隆女孩。同时她已经被偷猎者盯上，原来偷猎者并未离去，而跟踪欧文找到了女孩。他们不光带走梅西，甚至还抓走了小兰的孩子兰仔。